Hello，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棵春节的时候爆花，我为它专门拍了一期视频，第47集的那一盆春石斛。现在它又爆花了，而且是反季节的爆花。我对它做了些什么？催花了吗？ No， 没有特意的催花。听清楚了，没有特意的催花，却接了91个花苞。问题来了，没有催花这一步却能爆花，那么我之前做的春石斛催花的视频还做了3集，第34集、39集和44集，那不是自己打脸吗？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对它做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分析原因，找出答案。3月初的时候，我把落了花的这盆爆花春石斛搬到了室外，因为我知道它不怎么怕冷，也不怎么怕晒，就让它在室外好好的享受阳光空气。3月份了，有一点春天的气息，我想应该也不会低到结冰的温度。可是住在纽约的朋友就知道了，今年的天气很反常，到了3月、4月的时候，家里还需要开暖气。当时的温度也不至于低到冰点，我也懒得把它搬进来。它待在室外，阳光非常的好，看看它的叶子都有点灼伤了。春石斛催花的光照条件就自然达到了。另外，由于天气冷，它生长得很慢，吸收的水分很少，几乎不需要水。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照常的浇水的话，就很容易烂根。所以在每一次浇水之前，我都会把它从外套盆拿出来，看一下它的底部。它这里有很多的根，看看这些根，还有盆内的根干了没有。这个盆是透明的，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里面的根的状况。如果看到里面的根干了，我就要给它水分了。这个时候我就不像以往那样给它灌根了，因为怕它烂根，我就只是在盆面上轻轻的洒水，包括它的枝叶都洒上一些水分，这就自然的形成了催花的第2个条件，控水。到了4月份的时候，天气稍微有一点点暖了，我就看见枝头上有很多的小点突出。网上有很多传说，说看到这些小点的时候，千万不能浇水，浇水就会由花芽转化成叶芽。来看一下我这盆花的状况，这里有很多的小苗，如果不给水的话，这些小苗就不长了。这些小苗可是明年的生力军呢，开花就靠它们了。春天也正是它们生长的季节，怎么可能缺水？还有这几条枝干，就是春节时候爆花的时候，盆面上的那些小苗都长到这么大了，如果现在不给它水分养分，它就长不高了。同时我也想验证一下网上所说的花芽转叶芽是不是真的，我就没有控水，照常的给它们浇水，但是每一次浇水之后，我就会在枝条上喷磷钾肥，很淡的磷钾肥。看前面这2条枝干，就是上一次爆花的时候还未成熟的那2条枝干，现在都长满了花苞。这一条有27朵，
这一条呢有34朵，这2条当时都没有开过花的，现在每一个节点上都长满了花，而且一个节点就长出了4个花苞。春石斛通常是在一个节点上长2到3个花苞，我们现在看到的，它每一个节点上都长有4个花苞，说明它长得很壮，很健康。转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些曾经开过花的老枝，就是春节时候爆花的时候开过花的老枝。在这条老枝上还有一个点，最顶上那个点没有开过花，它也长了4个花苞。这也回答了很多人的疑问，开过花的杆子还有没有用，还能不能再开花？看，在没有开过花的节点上，它还会继续的开花。看这个节点，这个节点更厉害了，在一个节点上结了5个花苞。这个位置这里有2朵花已经打开了。这条老枝顶上的这个点也很厉害，5个花苞。这里总共加起来是91个花苞，没有一个高芽，完完全全的打破了网上说的当你看见芽点的时候浇水就会花芽转叶芽的传说。这个例子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没有催花却花开爆棚，就是因为它的自然条件已经达到了催花的条件，当然可以爆花了。最后给春石斛催花来一个总结：低温、光照、淋肥、控水都是必要条件，而控水是在花芽出现之前催花的时候用，而不是出现了花芽才控水。出现了花芽之后浇水不会让花芽转变成叶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等过几天它的花全部打开的时候，再请大家来赏花。谢谢收看。